我们常常会发现，一个人的思维和格局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，若把自己框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便容易限制住自身的发展。正如古人云：不为浮云遮望眼，知缘身在最高层。人生志向远大，必然需要格局的支撑。格局大的人，恰似站在高山之巅，能清晰地知晓对自己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而没格局的人，仿若置身迷雾之中，看不清楚便纠缠不休。大聪明的人，小事必朦胧；大懵懂的人，小事必思察。饶雪漫也曾深刻地指出，永远不要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秘密的话，谁都有藏在心里的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自以为和人熟络，可刚一出口，那些话语就传遍了每个耳朵。在人际交往里，关系近的人之间，可以彼此分享，可以互相惦记，但亲密之中也该有点界限。有些秘密轻易说出口，不仅对自己没好处，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财不外露，人性经不起金钱的考验。世上的一切关系，很多时候都绕不开钱这个话题。但跟别人谈自己的钱财，其实大可不必。钱财的忍耐或享受，本就是个人的私事。有一位网友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有一次，这位网友去取快递，朋友一直在旁边盯着，看到他买的淘宝便宜货，竟冷嘲热讽道：“有钱人啊！”网友尴尬的哈哈一笑，本想敷衍过去，可朋友却不依不饶，开始大倒苦水，哭穷道：“我都好久没买东西了。”接着便把自己钱花哪了一桩桩一件件的说出来，那架势，眼看就要掏出购物小票。女儿昨天非要吃水果，花了一笔报培训班挺贵，回来时怕孩子一个人走不安全，还得出打车钱。小孩嘴挑，不是进口的零食都不吃。商场打折买了好几件衣服，鞋子凑满减也费钱。天天在外面聚餐花钱不算，那几家都快吃腻了。网友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消费条件，听着朋友这些哭穷的牢骚，竟比听人炫富还讨厌。人跟人之间真的没那么多感同身受，你钱多钱少，是穷还是富，只跟自己有关。把钱财明面上摆出来，往往都是日后的麻烦。无独有偶，有一年5月，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家里遭遇了失窃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小偷跟她不仅是闺蜜，还是她的妯娌。她们两个都是外村嫁过来的媳妇，共同语言多，家里距离又近，就几十米，常常互相走动。陈女士把她当成自己人，聊家常时毫无避讳，将自家有多富裕，存了什么，甚至存钱放贵重物品的地方都透露了出来。闺蜜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暗暗羡慕。有一回，趁着去陈女士家做客，她偷偷打开了抽屉，拿走了里面价值一共10多万的金器和现金。陈女士1个月后才发现失窃并报了警。万万没想到，偷东西的正是她100%相信的人。人性有时候真的经不起考验，不该说的话说多了，失望也就开始了。朋友间的界限，不光靠别人的底线，自己也得留点心，别让毫无顾忌的信任充当了友情的试金石。不管多亲的朋友，不管自己是否富裕，都要保持点距离，别把钱挂在嘴边。财不外露，人心和感情都别轻易去考验。正如巴尔扎克所说，黄金的枷锁是最重的，过度的暴露自己的财富，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枷锁，不仅可能引来他人的觊觎，还可能破坏原本纯粹的人际关系。怒不外露，管控情绪是成熟的标志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让自己愤怒和委屈的事情，然而真正成熟的人都学会了管控情绪。曾看过一个问题，如何面对同事对自己吐槽领导，并一直逼问自己关于这事的看法。
提问的是个小职工，他的领导刚出差回来，把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位同事骂得体无完肤。那位同事其实只是出了点小错，而且责任还在其他人，他觉得很冤枉，就想让这位小职工评评理。可小职工心里明白，附和说领导坏话，万一被反咬一口，他可赌不起，所以确实不愿多说。评论区有人回复得很在理，你做得对，一般就是一笑二听三逃跑。传人坏话是最容易增进感情的事，分享2句马上就成同盟。可好话传不远，坏话传千里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了别人嘴里的恶人，嘴里说过的气话怨话都成了别人的把柄。主持人张大大曾经在朋友圈发长文诉说自己有多不容易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作为好朋友的杨幂只回了个问号。后来再提起这事，杨幂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：你往下去看一看，每一个人都很辛苦。你觉得现在那些送外卖的人不辛苦？工作人员今天蹲在这不辛苦吗？对半天稿子不辛苦吗？所以你凭什么要别人了解你的辛苦？因为每个人都辛苦。一向果断大气的杨幂和谁都很少发火，她录节目时被糊一脸奶油，还能保持微笑。面对唱歌跑调的情况，她会自黑化解尴尬。看到标题党评论，她只觉得好玩，还会好奇怎么还能这样说。就算遇到天大的事，杨幂也会要求自己1个晚上、2个晚上就让它过去。愤怒和委屈不是只有说出来才会好受，独自消化、平复情绪是一种能力。成年人的生活，说残忍也残忍，说现实也现实。你越要逞一时之快，烂事越是接连不断。但当你学会自我调整，讨厌的人、烦心的事都会过去，怒不外露，心情和安全感才会属于你。富兰克林说过，愤怒起于愚昧，终于悔恨。不能管控自己愤怒情绪的人，往往会在冲动之下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学会怒不外露是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智慧。财不外露，藏锋守拙方为真智慧。识人就像拆礼物，有时候包装天花乱坠，拆开却没有内容，只能越看越像笑话。当一个人把所有本事都摆在台面上，不经意间就成了别人眼中的丑角。在热门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中，实习生王潇是斯坦福毕业的，能力不错，还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拥有英语专8的证书。然而却频频遭人诟病，他跟别人聊天时3句话不离斯坦福，手边用的杯子、工作牌的挂绳、穿的衣服全是学校的标识。和队友合作时也老想高人一头。有一回他犯了司法常识错误，本不是大事，他却非跟对方说，可能我们上的不是一个法学院。学霸滤镜碎了一地，代教律师也开始重新评价他，而几个学历不如他的实习生反倒开始崭露头角，炫耀自己的才华，卖弄自己的精明，只不过是旁敲侧击地嘲笑别人的愚钝和无能。人有亲疏远近，有真假虚实，有人欣赏你的能力，也有人嫉妒你的光彩，但绝没谁爱看你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努力得来的成绩，别留给别人的白眼。优秀是立足的资本，藏好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巴金作为文学界的前辈，其小说《家》《春秋》早成了经典，他做出版、翻译作品无数，还被誉为五四运动以来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。可每次文艺名流的会议上，他总是最不起眼的那个，别人高谈阔论，他就缩在角落里，不得已要发言时，也只是简单说上1、2句。他把自己珍藏的图书手稿捐给文学馆，捐钱单给上海希望工程就有56万，却不让媒体报道，也不说给人听。他的女儿在收获做主编，他跟身边人介绍时只说是编辑。儿子复旦毕业，在上海政协文史室工作20多年，
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家庭关系。巴金不外露，不张扬，积累的都是真本事。他常说，在芸芸众生里，做一个普通的人，俯下身来藏点锋芒，付出过的努力，不同于人的能力，都会成为以后的惊喜。本身普通，那就做个普通人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优于别人，也大可做个普通人，才华比地位高，德行比名气大，这样就没人敢轻视，也没人不敬佩。本事不外露，尊敬和善意就都找来了。老子曰：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真正有才华的人，往往懂得藏锋守拙，他们不会轻易炫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自己的实力。李嘉诚作为华人商界的传奇人物，拥有巨额财富，但他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作风。他的穿着朴素，一块普通的手表戴了几十年。他深知财富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，更有责任和风险。他曾经说过，保持低调，才能避免树大招风，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。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，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，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。在商业领域，李嘉诚也从不轻易炫耀自己的资产和商业计划，他总是默默的布局，悄悄地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他投资的项目涉及多个领域，但他从不张扬，而是通过稳健的经营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，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。他的这种财不外露的做法，不仅让他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还赢得了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尊重。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在官场中历经风雨，却始终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。他曾经多次遭受挫折和误解，但他从不轻易发怒，而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调整来解决问题。有一次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遭遇了惨败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但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迁怒于下属，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失败的原因，并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。他还写下了著名的屡败屡战的奏折，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。曾国藩认为，愤怒是一种有害的情绪，它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做出错误的决策。他说，既往不恋，当下不杂，未来不迎。意思是说，过去的事情不要留恋，现在的事情不要杂乱，未来的事情不要过早的迎接。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学者，他的著作《围城》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。他学贯中西，才华横溢，但他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态度，从不轻易炫耀自己的才华。钱钟书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和邀请，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表达，不需要通过宣传和炒作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他还曾经说过，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，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这句话体现了他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对名利的淡泊。在学术研究方面，钱钟书也非常严谨和低调。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，但他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，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后才公之于众。他的这种才不外露的做法，让他的作品更加深刻和有内涵，也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这些秘密可能是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情绪，也可能是我们的才华。我们要学会守护这些秘密，做到才不外露，怒不外露，财不外露。财不外露能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，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和人际关系。我们要学会合理管理自己的钱财，不要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财务状况。同时，
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隐私，不要过分打听别人的钱财问题。怒不外露，能让我们保持冷静和理智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当我们遇到让自己愤怒的事情时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轻易发火。我们可以通过运动、听音乐、找朋友倾诉等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尽快恢复平静。财不外露，能让我们避免成为别人嫉妒和攻击的对象，同时也能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我们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展现自己的才华，而不是一味的炫耀。我们要相信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只要我们有实力，就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。纪伯伦说过，假如你把秘密泄露给了风，就不应该责怪风把秘密泄露给了森林。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秘密，不要轻易将它们泄露出去。说话有度，心里有数，是真正的明智，也是对人最大的诚恳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